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a Soul Learning，我们的星际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我是 Star Sea，大家也可以叫我 Akila。非常荣幸我们在学院当中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是，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愿力可以体现快速的划线的如愿大法，也是我们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的最强满愿法——准提神咒修持法。相信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已经正在修持，并且获得了相应的感应和如愿的经验。准提佛母的神咒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命运，并且它的诵持方法和修法非常的简单，我们都可以在三维世界基本上没有障碍的进行修持，有大的加持力和如愿力我们也可以通过修习准提神咒的法门去连接准提佛母，获得准提佛母送给我们的大如愿力和大加持力。应验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那我们在华文的世界当中可以参照和借鉴的就是我们的了凡四训当中的作者袁了凡先生的生平以及事迹了。我们的袁了凡先生呢，通过在命运当中真正的实践，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范例。他曾在年轻的时候屡屡落榜并且被命理师算中，寿终只有53岁，并且膝下无子。那袁了凡先生当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开始跟上师潜心学习和诵持准提咒，并且在生活当中大量的积德行善，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如愿得贵子，并且家宅也一直非常的兴旺，突破了他命运或者说命盘的局限延长了寿命。这是一个我们在三维当中打破矩阵的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和证明。我们的后人也对于诵持准提咒非常的重视因此相应的一些应验的经历不胜枚举。那在日本呢，最有名的就是醍醐天王得子的故事。那在公元900多年的时候，我们的醍醐天王依然是没有子嗣，醍醐天王也一样抱着求子的信念修持了我们的准提神咒，通过一段时间专业的修持，成功的迎接来了非常优秀的子嗣朱雀天王和村上天王。在古代求子求功名是非常多的善知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追求。而在现代呢，有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每一位朋友的生命当中，有可能我们的衣食住行，有可能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个人发展以及情感婚恋等等，也是我们挂心和渴望追求的。但是其中的原理是不变的，只要我们认真的去诵持准提神咒跟我们的准提佛母相连结和相感应，相信对于我们来讲，哪怕是在末法时期，这一份能量和这份加持是无限量的。所以今日 Stas 也分享给大家最重要的，我们三维世界的可以堪称最强如愿法将这一门信息送给大家。那我们屏幕面前的朋友你有心愿吗？最近你有想实现的愿望吗？你想改变命运吗？请带着这一份心愿，以这份心愿为标杆，认真的修持准提咒，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切顺遂，心愿得成。Stacy 在这里祝福大家。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准提咒的传来。准提咒的传来时间大约是在公元的200年左右。准提咒又称准提陀罗尼咒，源自准提陀罗尼经，最早由龙树菩萨在公元200年左右在持明藏当中介绍，这是我们释迦牟尼佛亲自宣讲的珍贵佛理以及修法。准提咒的诵持方法在东晋末年就已经存在了，非常早。那准提法门在唐朝开元时期由三大士引入了中原，在民间广泛的流传，奠定了深厚的基底。在我们的唐密之外藏密的修法当中，准提修法也是一门密法，足足可见准提咒的重要性和大神威力了。准提咒是我们佛教当中的10小咒之一是我们修佛当中的重要功课，那也是20灵斋仪当中必须要念诵的一段经咒。就此我们可以理解到除了许愿满愿或者说能量保护之外，其实在我们的个人修行方面，持准提咒也有非常大的加持以及帮助作用。另外一个特点是准提咒的感应是非常快的当我们有可能短短的念诵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迅速的会感受到我们生命和生活周边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是由内而外的有可能在我们的心境和心态上也有非常强烈的重建和洗涤的效果。准提咒还有一个非常适用于我们当下的优秀的特点，
是非常方便善巧的，没有太多复杂的仪轨限制，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都可以进行灵性功课的修习，也顺便圆满我们的愿望。说到这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持准提咒的功效和诵持的功德是什么。首先准提梵语名号为阿利耶姆陀婆附底，密号为最胜金刚，又称降伏金刚。修持此法门者凡是一切殊胜，无不如意，能降服一切恶魔，百邪震惊而不得变，可见此法的功德无边。我们之前在上一集当中有讲过在末法时期我们灵性的修法要如法。那这门准提法呢，我们就是如法所修我们参照古典的经文和古籍当中的记载，经过无数的善知识进行实践和演练实操，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在当中理解到以及学习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诵持。关于准提法的功德呢，我们的上师释迦牟尼佛也在七句之独步法当中曾经记载过，佛言：此咒即应能灭十恶无逆一切重罪，成就一切百法功德。做此法不减在家出家，若在家人饮酒食肉，有妻子，不减禁讳，但依我法无不成就。所以在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佛对于此法的加持力和推崇，特别是在当下我们这个现代化的离火时代每位朋友都可以依照此法除去罪业，积下功德，可以真正的满愿以及成就。那我们也可以总结准提咒的修持功德有以下的几个方面消除业障，增长智慧，增长福报和护持修行。我们可以通过修持准提咒来拔除我们的业障，净化我们的身心，开启智慧，破除无明，可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广积福德，获得现世和来世的利益，并且呢，也可以在修习的过程当中拔除障碍，清退一切外在的干扰，可以顺利的提升以及成就。我们下面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准提佛母也称准提菩萨18手观音。准提佛母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之一，由释迦牟尼佛在等虚空大海变化神通三昧三摩地时出生，被称为七具之佛母。具之是意为百千万亿的意思，象征其作为多世诸佛之母的地位准提佛母的梵语是坤底，汉译有准提菩萨、七具之佛母等名，为六观音之一那在日本的民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准提佛母被奉为六观音之一，有非常多传承良好、香火旺盛的供养之地。佛母以救度人间的众生为生在天台宗又被称为天人丈夫观音。据七具之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记载，准提佛母身呈黄白色，结伽跌坐于莲花上，身佩圆光，着青衣，上下皆为白色，有天衣、角落、璎珞、头冠等庄严，18臂皆着罗串，面有三目，上二手作说法像，右第二手作施无畏，第三手执剑，第四手执宝，第五手掌上至聚圆果，第六手执乐斧，第七手执钩，第八手执金刚杵，第九手执念珠。左第二手执如意宝床，第三手持开敷红莲花，第四手做君持，第五手卷锁，第六手持轮，第七手商切，第八手弦平，第九手掌上至般若梵切。准提佛母有三眼18手相，也称18臂观音18臂与法器，每只手执的法器如慧剑、树珠、药瓶等等或者是有结印，都代表着18种成佛功德。那我们佛母的三眼，这个三目的象征分别代表了佛眼、法眼和慧眼洞察世间的真理。在藏传佛教当中据宁玛派伏藏准提陀罗尼经记载，此尊乃观音悲泪所化。公元8世纪，莲师将准提法传入藏地，其18臂相暗合吐蕃18部谋士，在大将经命运部当中有对佛母三眼18臂的相应解析。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准提佛母是一位感应甚强，对崇拜者至为关怀的大菩萨，更是三世诸佛之母的化身。她的福德智慧无边无量，
功德广大，感应至深，可以满足我们所有众生啊，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愿望，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守护着我们每一位众生。在此 Stacy 也无限的祝福大家连结准提佛母，实现我们的心愿，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无限的护佑和加持。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咒语的读法。我们所说的准提咒到底应该怎么去读和怎么去持呢？准提咒是准提菩萨的根本咒语啊，被称为准提神咒或是准提大明咒。它的读法是 Namah Saptanam Samyak Sambuddha Kutinam Tadyatha Om Jale Jule Junde Swaha Namah Saptanam Samyak Sambuddha Kutinam Tadyatha Om Jale Jule Junde Swaha Nama Saptanam Samyak Sambuddha Kutinam Tadyatha Om Jale Jule Junde Swaha。这是我们梵文的诵法，Stacy 也在认真的学习当中。当然了，在我们的网络上有很多非常不错的音频资料，可以帮助我们非常准确的进行一下发音的矫正和纠正。当然了只要我们的心念通达，我们的持咒呢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在刚刚的几句咒文当中我们的咒心是 Om Jale Jule Junde Swaha。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持咒心，比如说每日108遍等等，进行我们课程的修持。我们了解到咒语基本上都是梵文音译过来的。那在我们的这个有可能是汉文的发音当中，准提咒的整体发音也在这边介绍给大家。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具之南，达之托，嗡，舍利主离准提娑婆诃。当然在日文当中的准提修法也是非常的殊胜的。我们在这边呢也作为侧面的了解一起来看一下在日文当中这个准提咒的发音是什么。Stacy 读给大家。嗡夏雷须雷中忒娑卡。嗡夏雷须雷中忒娑卡。在咒文当中我们可以连接到准提佛母、准提菩萨的能量，通过这样的一个音律震动我们发出跟佛菩萨一样的震动和声音。这个声音的内在是光和有爱的，希望大家可以在日常的阅读和诵持当中，深深的感受和体会到这美丽的一点。也有很多朋友有可能正在认真的修习我们佛教当中的功课、十小咒等等准提咒在显教的佛教念诵集当中作为十小咒之一，完整内容如下：起手皈依苏悉地，头面顶礼七居士，我今称赞大准提，唯愿慈悲垂加护。南无萨多南，三藐三菩陀，具之南，达之托，嗡，遮利主离准提娑婆诃。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参考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同时，也跟大家相互的鼓励，送出 Stacy 的一份祝福和能量。我们也可以一起逐字学习一下咒语的意味是什么。首先 Nama 我们在汉文当中读成南无是敬礼和皈依的意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的意味。Saptana 萨多南被解译为七数字七的寓意对应我们七具之佛母。Samyak Sambuddha 三藐三菩陀意为无上正等正觉。那所以我们前面的一句可以译为皈依七具之佛母以及无上正等正觉。Kutinam在传统的这个释义上译为亿数字的亿，也可以称为无数无量。Tadyatha我们可以喻为即说咒曰，就像我们在心经当中读到过的一样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即说咒曰之后就进入了我们这一个咒文的咒心 Om Jale Jale Junte Soha。好，
这个地方 Om 呢，一般是我们咒语的起源，也是跟宇宙相应的一个频率最原始的声音啊。当我们整个的喉轮到我们的腹腔发出 Om 的这一个震动啊，会连接宇宙之心。所以很多咒语啊、冥想引导啊，以及有可能我们在学习瑜伽的时候，也会出现 Om 这个声音，让我们首先进入一个内在和宇宙的连接。下一句是 Jale， 好，这里好，它所代表的寓意是变动。转动、流动啊，是所有人事物的流动和集合。下面的竹雷没有实际的意义啊，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咒语当中正在进行能量连接的一个发生部分。准 day 啊，进入我们准提的这个部分了。那我们在呼唤和连接的就是准提清净念，我们的大准提佛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持一个清净心、祈祷心和安住我们的心啊，在我们的心灵内部，并且呢，在发出准 day 的声音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进行发愿。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吸一口气啊，进行一个咒语的诵读的最后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呼气和咒文同时发生，将我们的愿力推送出去。最后的刷哈是咒语的结束部分啊，常见在非常多的咒文当中。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持咒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持咒和集中注意力的观想法和解手印法。观想是我们心中去观和想，想和观的是谁？是我们的菩萨或是佛菩萨，也是我们每一个咒文或者说我们心中所去连接的根本上师。那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2500多年，我们的根本上师都是释迦牟尼佛。当然在三维世界，跟着我们的愿力和缘分，我们会去结识和学习非常优秀的一些导师，这也是我们的上师之一。我们修准提法观想的是我们的准提佛母啊，18臂观音像，因此有可能在我们持咒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发念去诚心连接准提佛母，佛母的影像，佛母的庄严姿态和能量会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之前频道当中也有一位朋友留言啊，持大白伞盖佛母咒会感受和连接到大白伞盖佛母在身边，感受到无相无分别的境界。因此我们比较简单直观的是在持咒的过程当中去观想所对应和连接的佛菩萨真身，或者是让我们喜爱和想要去连接的佛菩萨像。当下我们汉传当中啊，比较标准的修法是，我们可以请一面准提镜，好，就是一面两面的圆镜子，在镜的一面可以看到自己，在镜的另外一面，我们可以贴上或者是布置上准提佛母的形象。我们可以在诵读和观想的过程里边，跟佛母的形象直接发生连结，直到佛母的真身栩栩如生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也有一些是在持咒当中直接观想我们刚刚所说的一尊佛母像，在精进当中，佛母像会越来越清晰，这也是感应成功的体现和信号之一。观想是为了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啊，让我们的咒语和真正的佛菩萨发生相应以及对频。我们的准提正神咒也有相应的种子字和咒轮。种子字是不，咒轮呢是我们的南怀瑾南师广传准提咒的时候使用的蓝色咒轮。在观想我们的种子字和咒轮的时候，Sassy 也分享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以及比较适合我们去进行注意力的集中、能量的连接的小方法。大家可以去观想种子字或者说我们的咒轮正在转动和放光发出4种光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好，大家也可以在每念一句Om Jali Jali Junte Soha 的时候，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能量的圈圈正在发出相应的光彩。好，念一句发出一样光彩。以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可以轮转的向下去顺时持咒研读下来108遍。如果是108遍放4种光色的话，我们是4种光色轮转27次。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小小的计数。好，准提咒也有相应的手印我们所谓的解手印就是通过我们的手势去演绎我们正在去观想、正在去体会和修行的，有可能是佛咒，有可能是佛音当中内在的频率和声音，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通达和守护我们的能量。像是大家当下经常会看到的这个合十的手印，也是一个佛手印。那我们的准提神咒呢，也有相应的手印就是我们的准提佛母，好，双手合十在胸中，好，这个手印的姿态。那 Sassy 呢，也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结这个手印的方式是什么。
首先我们坐正，让我们的双手朝向内，朝向我们的身体。好，让我们的小指和无名指相互交叠，中指自然的指腹朝向彼此合一，食指轻搭在我们的中指上，这时我们的双拇指可以并拢并向内，形成了我们的准提印，这样便结成了我们的准提印。一般我们持咒呢都是自己在家，或者说我们在一个比较清静的环境当中，我们也可以通过结手印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进行能量的守护和更好的连接。这边呢也分享给大家我们在持咒的过程当中可以使用的法器和一些小工具。首先呢就是108株的树珠啦，树珠既是结缘神器也可以守护我们能量，更加帮助我们在持咒的过程当中记下我们每一次持咒的数字。树珠也分很多种这边 Stacy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首先呢我们这边紫檀珠108株，这样的珠呢有可能它的这个大小有可能在7到8毫米左右会比较适合我们手盘拨，那并且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个线的弹力还是比较不错的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帮助我们去柔和我们的心态。那檀木珠呢是我们在学习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108株。好，那 Stacy 这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小的108株，这应该是檀木那小的珠子呢也有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这个持法就是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有可能小珠子是比较轻盈的，而且它呢有可能在我们不持咒的时候也可以叠戴在我们的手腕上，给我们进行一些加持一些能量的这种保护，可以凭自己的喜好来进行结缘。说到108株呢 Stacy 再跟大家分享在日本结缘的日系的108株，这是全宗系8大宗系都可以使用的108株白色水晶。好，能量非常的纯净，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欣赏和感应一下这是水晶的108株。那捻珠的方式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在这边也顺带一起来介绍一下。好，我们一般的108株都会有一个佛手，就是起跳点，然后在这个起跳点我们把它当成0点开始，我们顺时针的，不管是向内拨还是说横向拨，顺时针的每一粒从第一粒开始，我们都是一句咒语。如果是我们的准提咒的话，我们拨第一粒 Om Jale Jale Junti Soha，第二粒 Om Jale Jale Junti Soha， 第三粒 Om Jale Jale Junti Soha。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持满了1圈之后是108次。好，我们导到快速的导到我们的第108遍。好，这个时候呢就到了刚刚我们进入0点佛手的这个位置。那一般呢在宗教上的礼仪呢是不跨越佛手的，所以我们把珠珠再翻过来。好，再次的从0点开始向右或者是向内顺时针的进入我们下一轮的108遍的诵持。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把这个信息也分享和送给大家。那紧接着呢也分享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工具，有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也经常常用，就是我们的计数器。好，我们在当下这个科技的时代有非常多的这种计数器可以套在我们的手指上，我们可以在工作生活外出的时候一边持咒呢一边在上面计数。好，把这样的一个好的工具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需要的话也可以进行结缘和使用。在上面的一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和介绍完了咒语、寓意、观想、手印和法器及技术工具。那下面我们来整体集合看一下持诵方式和方便的修法是什么。那一般呢来到我们的影片当中的朋友都是在家人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工作、学习出行、与人打交道。我们在很多的修习法门当中去结缘相应宗派的上师有可能可以有非常善的机缘，从进入相应的轨仪开始立体的综合的修持。那在我们的家中每天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什么样最好的方法帮助我们方便善巧的持诵呢？在经典的典籍当中佛告诉我们持满10万遍至20万遍，我们心中的一些愿望或者说这个准提法是可以修通和修好的。
那也有相应的一些修习方式啊，告诉我们要持满70万遍、80万遍、100万遍以上。当然啊，持咒越多越好。我们在日常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持满这个咒语呢？其实108遍的准提咒啊，如果是念咒心的话，大约10分钟不到。那如果我们每一日的早上或者是晚上可以固定一个时间，有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快的顺势啊，以一个惯性去完成它的修持。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固定的时间，以静坐的方式啊，或者说安静的沉稳我们能量的方式来连接咒语。大家可以使用念珠或者计数器，以及也可以聆听啊我们在 YouTube 上比较好的音频啊、音乐呀、108遍的唱诵等等，以这样的方式静心的跟着念诵和聆听。当然啊，如果大家可以在固定的时间沐浴和打坐是最好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嘛，我们可以一边持咒一边来观想我们佛菩萨准提佛母的法身。观想嘛，就是看以及想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去连接种子字和观想这个咒轮圆盘的图案，意在做到让我们的心境专一、清净，不受纷扰。那如南师所讲啊，在外出行啊，我们工作会议当中也可以念诵一下，来帮助我们去加持我们的保护光圈，让我们的心念清净，头脑聪明，更是吉祥如意啊，好运连连。那在念完108遍的咒心之后啊 ，Stacy 推荐给大家一定要念一下回向文，因为回向文呢会集中去回向我们刚才所修的这个功课的能量，给我们的愿望，或者说给我们的生生世世，给我们想要去回向的能量场，来增强和集中我们的愿力和加持力。大家可以寻找以及自己书写比较合适的回向文。在 Stacy 个人看来啊，回向有忏、愿、光的几个部分，有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回向去忏悔我们所做的一些恶业啊，我们产生的一些恶心念、恶习气等等，这都是来源于我们无始的贪嗔痴啊。我们也可以发愿啊，这个愿是广大愿啊。最简单的发大愿就是让我们所想要发生的事情发生在所有众生的身上。好，这就是一种大爱、大慈悲和大愿力。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啊，通过语言，首先去发出我们愿的美好内容。那光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跟连结佛菩萨啊，修成正果、往生极乐园相连结了。这基本上都是我们在不管是宗教修行啊、佛学修行，还是光的修行的过程当中的最高目标和最高任务啊。当然在发愿的时候啊，是愿力越深，广度越大，心愿越正，会让这个效果越加的深厚。这边呢 Stacy 也举例分享给大家一个回向祭文，大家也可以在持诵任何咒语的末尾啊，然后添上这个回向祭，来帮助我们呢进行我们广大愿的抒发、连结和获得能量的加持。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4重恩，下济3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念完祭文啊，我们这一日的这个持咒的功课基本上就是完成了。那持咒呢，每天至少是108遍。那更有一些朋友有可能在有时间的情况底下，可以持2个108遍，3个108遍。那 Stacy 也计算了一下啊，3个108遍，324遍，大约呢不要花半小时的时间，20几分钟。那如果是持满1个月的话啊，大约我们可以持到9700多次啊。大家也可以以每个月比如说1万次为指标来进行一下初级的试炼。在念诵的时候我们可以声音洪亮的念，比如说在我们一个人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微声念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专注我们的心念在这个咒语本身上。那如果呢是家中有家人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唇齿微动这个是金刚念。这些办法呢都是非常利于我们在三维事业当中进行实际的操作的。在这边 Stacy 也祝福和支持大家可以如愿，也可以跟我们的准提菩萨形成最美好最强力的连结，让我们在人生当中事事如愿。基本上准提神咒修持到某一个阶段开始，这个有可能依照我们的业力和功德计算我们前生前世累生累世共持多少遍，有可能会在某一个阶段形成一股力量和福德，我们基本上可以称心如愿，事事顺心，甚至你想要拥有的事情，你想要感知的事情，你想要的一些答案会瞬间的回向给你，来到你的世界以及来到你的脑海当中。所以在这边呢，祝福和支持大家持准提神咒，修行我们在三维当中的最强愿力，跟我们的佛菩萨准提佛母进行爱和光的连结。
祝福大家福慧双修，吉祥圆满，心愿得成，一切顺遂。最后呢 Stacy 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练习我们一起来念诵咒心10次，并且呢一起来回向我们今日的这一份小小功德，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助和带动大家开始我们咒语的修习。我们可以找一个比较安静和放松的空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进行盘坐，单盘和散盘都可以如果没有障碍的话，或者说当下我们是比较清静和空闲的空间的话，我们可以结手印在胸前，让我们坐正，各个脉轮对齐起来，让我们放松我们的肩膀，也打开我们的胸腔，开始我们今日的念诵。大家也可以微微的闭上双眼，来感受一下我们和咒语之间的美好共振。Nama Satanam Samya Sambuddha Kutinam Tadyata Om Chale Chule Junde Sw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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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Chale Chule Junde Swaha。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4重恩，下济3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我们的准提咒法门今日就一起学习到这里，非常的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的学习，希望可以通过今日的学习来加深我们在三维世界的愿力以及决心，帮助大家可以成就心愿，事事顺意。下一期呢 Stacy 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我们塔罗读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名词有可能是双生火焰神圣伴侣灵魂伴侣小我、真我、高我等等这些名词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如何连结，它们的实际寓意又是什么呢？我们会在下一期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学习，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和连结，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